新监管者喧嚣技能点评：首先，这个监管者是有普攻按键的，他的武器就是手中拿着的玻璃球，这也就是说可以正常进行普攻和蓄力刀。毕竟如果不能蓄力刀，那遇到火灾调查员的气囊、祭司的洞就可以不用玩了。其次是纠正上期视频的一个错误地方，那就是喧嚣的70%减速效果，并不是只有叠满3层标记造成伤害后才会触发。这个减速效果是每次攻击命中求生者都会触发的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出，这减速效果的持续时间并不会太长，大概0.7秒左右。另外，描述中没有提到这个攻击的减速效果，一定是要对求生者施加不同标记才会触发。也就是说，攻击施加的标记如果已经有了，那自身也会有这个减速效果。至于这个监管者的攻击范围，从玻璃球的轨迹来看，大概也就是脚底的圆形区域了。然后，这个监管者的攻击无法对障碍物的另一侧求生者施加标记。视频中，哭泣小丑在白色区域内，并且可以看到玻璃球穿过板子，但哭泣小丑头像这边可以看到并没有标记标识，也就是攻击并没有命中。然后是关于脚底的轮盘，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方向是固定的，不会因为人物朝向和视角的转变而发生变化，玩家只能通过绕场谢幕的技能进行调整。说完这些，再来说下实战。这个监管者有着极高的移速，并且还有个随时可以调整位置的远距离分身技能。开局在追击方面应该不会很差，如果熟练度够高的话，直接18里外击倒求生者也不是不可能。相应的求生者这边一味的拉点肯定是不行的，毕竟监管者移速摆在那里，那就只能利用本体无法隔板攻击进行板区博弈了。但比较尴尬的就是监管者还有个可以随时调整位置的分身技能。视频中可以看到，可以在放置的一瞬间进行攻击，加上没有擦刀动作，短时间内叠加多个标记应该也不是不行。目前还不太清楚这个分身技能的冷却时间，但个人估计应该在20秒左右。然后我看到有玩家提到这个监管者抛臂位，但我仔细想了一下，即便队友倒地，遇到前锋或者击球手这种角色，自身也可以利用分身的红色区域封求生者的技能。求生者即便出圈也会有持续1秒的效果，即便技能空了，也可以在10秒内多次调整位置。所以监管者可以在放置的同时立马牵气球。如果还想保险点，那可以带个牵气球加速的天赋。再然后是手椅方面，因为需要叠加标记，所以比较怕那种近身秒救。另外，他这个攻击目前还不太清楚是对区域内所有玩家都可以进行标记，还是只能对单一玩家进行标记。如果是后者的话，如果出现打错人的情况，控场方面就不用说了。这个分身可以在手椅的时候远距离控击词，但这就意味着之后手椅没法用这个技能。开门战则是可以远距离控大门。以上这些还只是没出1阶2阶技能的情况，出了1阶技能后，在追击方面肯定有着不错的提示，因为可以利用这个技能翻越板窗，在板窗博弈方面多了个手段。其次是2阶技能，可以更快击倒满血的求生者，所以这个角色比较依赖张狂这个大天赋。其次是辅助特质，感觉比较契合的是巡视者，虽然还没测试，但在造成伤害前，攻击应该不会让狗提前结束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以进一步提升追击和手椅的能力，个人感觉还是挺强的。不过也确实很吃熟练度，毕竟要叠加3种不同标记才能造成伤害，所以具体强度如何，可以期待后续共研服的测试。大家有什么看法，也可以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